你不需要变得更好，才能开始被爱。你不需要先修好自己，不需要先完成某个目标，不需要先变得更稳定、更有魅力、更成功。你只需要允许自己现在的样子，被爱着。这句话也许你听过很多次，但你真的相信了吗？还是你总觉得，等我瘦下来再说，等我变得有自信一点再说，等我学会不那么情绪化再说。你以为那些之后的你才配，你以为此刻的你还不够，你以为被爱是要靠资格换来的，但那不是爱，那是交易。而灵魂从来不是来跟你交易的，它是来让你记得你本来就值得。我们从小就活在表现之后才有奖励的系统里，我们学会了乖，学会了讨喜，学会了用力证明，却慢慢忘了怎么不做什么也相信自己值得被爱。所以我们进入关系也带着这样的心态，我是不是要更懂事、更聪明、更稳定、更有用，别人才会留下来。于是你不断调整自己，在亲密里收敛真实，用努力撑起连结，用完美遮住不安，直到某一刻，你发现自己其实很累。你不再是你，你只是扮演可以被爱的版本，但你不需要那样，你不需要变得更讨喜，你不需要压抑你的情绪，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渴望藏起来，你只需要真实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有时脆弱，有时混乱，有时迷惘。你只需要对自己说，我这样就很好。真正的爱不会要你压抑自己来换取连结，他会看见你在不完美里依然值得被拥抱，他会在你最混乱的时候还是选择留下，他会让你感觉更像自己，而不是更像谁。但要遇见这样的爱，你得先相信你现在的样子就已经可以被爱了。当你真的相信，你不再过度表现，不再用力追赶，不再委屈自己去换什么，你会自然地散发出一种我够好的频率，而这个频率就是吸引爱最稳定的磁场。你越是放松地做自己，爱越是能接近你，你越是温柔地看见自己，别人也越能看见你，靠近你，选择你。这不是做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而是你开始懂得，爱不是评分制度，它是灵魂之间的相认，而你早就配得这样的爱。你不需要等未来的某个版本才能开始，你现在就可以练习相信，练习敞开，练习不再因为还不够完美就先否定自己的渴望。你想要被爱，不是贪心，是因为你本来就值得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接住、被选择。爱不是一个终点，它是你允许自己被看见的当下。它发生在你说我愿意让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的瞬间，那一刻你才真正靠近了爱，也靠近了你自己。你不需要变得更好才能开始被爱，你只需要记得你已经很好了，现在就值得。渴望改变的那一刻，显化就已经启动，不是你开始行动的那一刻，不是你定下目标的那一天，也不是你终于达成什么结果之后，而是你在心里诚实承认，我想要不一样了。那个念头，
哪怕只是一个微弱的念头，哪怕只是轻轻的一句话，哪怕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它都已经在你的能量场里开了一道门。宇宙是根据你允许的震动来回应的。你愿意承认渴望，就是你开始对宇宙发出讯号的瞬间。很多人以为显化是等我准备好了，等我知道方法，等我足够有能力，等我把一切都想清楚。但其实，一切的开始是我想要改变的那一刻。那个起心动念，不是空泛的幻想，是灵魂在你心里发出的召唤。你说，我想离开这段让我不快乐的关系。你说，我想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。你说，我想要更多自由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。你可能还没离开，还没开始，还没走远，但你已经在走了。因为能量先走在行动之前。当你诚实地允许那个渴望冒出来，即使你嘴上说着我还不知道行不行，你的内在已经开始微微调整，你的频率开始转向，你的生命开始默默改变方向。渴望是灵魂说话的方式，它不是来让你痛苦的，是来提醒你你还活着，提醒你你还有选择，提醒你你值得更多。我们太习惯压抑渴望，因为怕太贪心，怕太冒险，怕会失败，怕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东西。但你压抑的不是欲望，你压抑的是那个愿意为自己而活的你。你不必一次就做出巨大改变，你只需要对自己说，我想要不一样了，然后温柔地往那个方向踏出第一步。这就是显化的开始。它不是奇迹般的突变，它是每天一点点能量的改写，是你每天做一个不同的选择，说一段不同的话，相信一个新的可能性。你会开始吸引新的念头，遇见新的人，收到新机会。不是因为你更努力了，而是因为你允许了。你不再用旧的模式绑住自己，你不再用旧的信念压缩可能。你开始打开，开始流动，开始接收。这就是显化真正运作的方式。所以请不要小看那个只是想一想的时刻，那可能就是你人生轨迹悄悄转弯的地方。渴望从来不需要证明，它只需要你承认它存在。你一承认，它就开始工作了，不在你外面，而是在你里面。你会开始更诚实的活，更真实的感受，更清楚地辨认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你会越来越靠近那个愿望，因为你终于对他说了一句我愿意，而宇宙听见了。接纳当下的不完美，是内在力量的起点。你一直以为力量是来自进步，来自控制，来自修正。你以为你要先变好，先清理所有混乱，先变得稳定、强大、坚定，你才能开始。但真正的力量，不是来自你变得更好的那一刻，而是你在还不完美的此刻，愿意对自己说，我愿意陪你一起走。我们太习惯与自己对抗，对抗情绪，对抗失控，对抗低潮，对抗不够好，以为这些东西是障碍，是拖累，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。但它们其实只是你内在还没被拥抱的部分，只是还没被允许存在的情绪、记忆、需求。
你不需要把自己变得毫无破绽，才能感觉有力量。你只需要在软弱中选择不逃，在脆弱中选择不评价，在混乱中选择安住，那就是力量。真正稳定的人，不是从来没被打倒，而是即使倒下了，也知道怎么温柔地起身，知道自己不是失败，只是在人生的节奏里暂时停留一下。你可以接纳自己还在迷惘，你可以承认自己不想坚强，你可以允许自己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还在学习平衡，因为接纳才会让你重新连回自己的核心。力量不是表现出来的样子，而是你在看不见的地方愿意对自己诚实的勇气。有时候你越想修复自己，越会觉得怎么永远都还不够好。那是因为你忘了，你不是一个需要被修理的灵魂，你是一个正在经历的存在。你不是破碎的，你只是还在回家的路上。当你开始接纳，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的缺点，其实也有它的温柔。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该改善的部分，其实是你还没学会爱的地方。接纳不是放弃，不是妥协，不是停止改变，而是让你在还没抵达目的地前，就先爱上自己。因为当你从爱开始，一切的改变才会自然的发生。那不是逼自己改变，那是允许自己绽放。力量不是高高在上，不是坚强到无懈可击，是你蹲下来，抱抱那个不想努力的自己，告诉他，你这样也很好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不再是对抗自己的战士，你变成愿意守护自己的家人。那才是你最深的力量，最稳的根，最真的光。你会发现，不完美的你也能成为别人的力量，因为你学会了怎么看见人，怎么理解人，怎么陪伴人。你会发现，你不用再努力假装，因为你已经很值得。就在这里，就在这一刻，接纳当下的不完美，是你重新爱自己，信任自己，回到自己的开始。是你最柔软的革命，也是你最真实的觉醒。你的感受不是麻烦，是宇宙在对话。你一直以为那些突如其来的情绪，那些让你失控的眼泪，那些你不好意思承认的敏感、脆弱与不安，是你需要收起来的东西，是会打扰别人、影响进度、让人远离的麻烦。所以你学会了隐藏，学会了装没事，学会了说我很好的时候，心却在疼。但你知道吗？那些感受从来不是错误，它们是你与宇宙之间最亲密的语言，是你内在能量的震动，在告诉你，你还活着。情绪不是阻碍，是指引。你会悲伤，因为你有爱；你会生气，因为你渴望公平；你会焦虑，因为你渴望安稳；你会感到空虚，因为你渴望真实的连结。这些感受都不是你的敌人，他们只是你灵魂的声音，在告诉你，你忽略了什么，你压抑了什么，你该回头看看哪个被你遗忘的自己。当你越是排斥感受，它就越会以更剧烈的形式出现，不是为了惩罚你，而是因为它真的太想被你看见了。我们太习惯用头脑去解释一切，
却忘了身体、心灵、能量场也在说话。你的心跳、你的呼吸、你的一阵胸闷或一场泪崩，都是你与宇宙之间最直接的桥梁。你可以问自己，我现在感受到的情绪想告诉我什么？不是怎么让它消失，而是我能不能先听听它要说的话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会发现感受开始变得温柔，它们不再那么尖锐，因为你开始用爱而不是评价来看它们。你也会更认识自己，因为感受永远比头脑诚实。他们知道你真正的需要，知道你真的在意什么，知道你其实有多渴望被理解。宇宙从来不是只听你的语言，它也听你的能量、你的震动、你的感受。它用这些回应你，引导你，帮你调频，让你越来越靠近对的方向。所以，不要再把自己的感受当作累赘。你不需要当一个没情绪的人才算稳定。真正的稳定，是你不逃避任何一个感受，也不让它吞没你，而是你有能力坐下来，陪它走过。那就是力量，那就是成熟，那就是你与宇宙真正开始对话的时刻。愿你学会听见，不只是外在的声音，还有内在微小却真实的震动。愿你知道，你不是情绪的奴隶，你是那个能够与情绪共舞的存在。你的感受不是麻烦，它们是通往你灵魂的路，是宇宙送来的提醒，是你存在的证明。请好好听见，好好珍惜，好好拥抱。不确定感是能量转化的通道，不是障碍。你一直以为，只有在清楚方向、计划明确、步伐稳定的时候，你才算走在对的路上，你才会有价值，你才会被认可，你才不会被自己责备。所以每当你陷入不确定，你就开始焦虑、怀疑、想逃跑。你以为你停滞了，你以为你退步了，你以为你搞砸了什么。但事实是，不确定感从来不是阻碍你前进的障碍，它是你能量开始松动、频率准备转化的预兆，是你内在开始更新，但新的模样还没成型的那段空白。就像种子发芽之前，土地里是沉默的，你看不到变化，但里面正在孕育巨大的突破。那段不确定的时光，不是你的错，是你的灵魂正在进行一场转频，一场从旧的你走向新的你的过渡。只是你还没学会怎么安住在我不知道。你太急着知道答案，太习惯快速产出，太害怕停下来就等于失败。但请记得，真正的改变不是线性的，真正的蜕变需要经过混乱、模糊与等待。不确定感是你开始扩展的证明，是你离开舒适圈，开始走向未知的标志。你会开始质疑自己过去的选择，你会发现旧的目标不再吸引你，你会对新的愿望还感到陌生。这些不是迷失，而是你不再愿意用旧有的自己活下去了。那是灵魂在说，我们准备好走新的路了。但身体、头脑、习惯还来不及适应，所以他们抗拒，他们紧张，他们想拉你回去。请你温柔地看着这一切，不用急着改变什么，也不用逼自己快点想清楚。你只需要留在这个通道里，
给自己时间、空间与呼吸。越能容纳不确定感的人，越能走进自己真正的命定路线，因为他们学会在未知里稳定自己，而不是用控制来假装安全。你要知道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你知道一切怎么发生，而是你知道无论一切怎么发生，你都能走下去。那才是真正的力量，是来自内在，而不是外在的答案。所以当你下一次感到不确定，不要再说我卡住了，请改说我正在转化。请对自己说，我虽然不知道怎么走下去，但我知道我正要蜕变。请记得，混乱的过程是秩序诞生的必要前提。当你学会不再排斥这份模糊，你就会开始听见更细致的直觉，你就会慢慢接收到新的讯号、新的路线、新的可能。不确定感是通道，你只需要走过它，你不需要战胜它，你只需要和它并肩走一段。它会带你去你从未去过的地方。愿意失去控制，是你靠近真实人生的开始。我们总被教导要掌控一切，掌控目标，掌控情绪，掌控关系，掌控人生的每一步。你以为这样才安全，这样才不会出错，这样才不会失去方向。所以你用力安排，用力预测，用力维持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哪里一松手，人生就会崩塌。但你也发现了，越是想控制，你越是焦虑，越是紧绷，越是疲惫，越是跟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。因为控制是建立在恐惧之上，你越是害怕失控，就越是无法感觉到内在真正的稳定。你不是不够坚强，你只是太害怕，如果我不掌控，就会被舍弃，被忽略，被失败吞噬。可是真实人生从来不是让你掌控的对象，它是邀请你参与、共创、跳舞的舞伴，而不是你要精准驾驭的工具。当你愿意失去控制，不是你放弃了，而是你终于松手，让生命开始流动，让可能开始靠近，让自己开始呼吸。真正的勇敢，不是你撑住所有可能的风险，而是你在不知道会怎样的情况下，仍然选择信任，信任自己有弹性，信任世界有智慧，信任你不需要掌握全貌，也能走出美好的路。那一刻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不再把人生框进蓝图，生命开始用你没预期过的方式成全你。你会遇见你从没想过的转机，遇见那些让你重新相信直觉的时刻。你会开始知道，原来不是你不够努力，只是你曾经太想控制，才关上了流动的门。当你愿意失控，你就开始活得更真实，因为你不再扮演一个把一切搞定的人，你开始成为一个活在当下的人。你不再焦虑明天，因为你开始享受今天。你不再懊悔过去，因为你明白那是你成长的部分。你开始相信，人生不是线性前进，是像河流一样拐弯、错落、丰沛。而你是那条河里的生命，不是那个岸边的观察者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请你允许自己，在还不知道答案的时候，也能安然存在。请你允许自己，在还没确定方向的时候，
也能感觉有价值。请你允许自己，在失去控制的时候，也能感觉被爱、被支持、被看见。那不只是放下控制，那是你在选择，用更真实的样子过人生，用更深的信任活出你，用更温柔的方式回到你的灵魂中心。愿你发现，当你放下掌控的绳索，你其实没有掉落，你只是终于开始飞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